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全力追梦，考北影逆袭成学霸，网友盛赞励志星。从泸州小丫头到荧幕清流，谭松韵用角色治愈时光。娃娃脸藏着倔强，经历失亲之痛后仍将赔偿款全数捐赠。他说努力工作就是最好的生活，戏里翻新花样，戏外低调如常。有些人的悲伤随时间发酵变成了光。小城楼下的便利店灯光总是温温柔柔的，那会儿我还不大。谭松韵的名字安静地躺在杂志角落。四川泸州的小丫头，原来她也喜欢跳舞，和窗边舞室那群穿白袜子的同学仿佛差不多，但人家后来真去了四川省舞蹈学校，还能单纯地把舞蹈当成爱好，就挺让人羡慕的。有段时间我妈追清宫剧，一直喊那谁谁纯儿，满屋子的饭菜香和电视机里小丫头的欢声重叠的有点不真实。谁少年时没有做过一个出现在屏幕里的梦呢？只不过他是真的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，还是表演系，和我们那点成绩差了20分的回忆完全是两码事。偶尔翻他的采访，总是带点小心翼翼的讲述，父亲是引路人，他说得很诚恳。童年似乎挺温暖，家人不会因为那些星星点点的小梦想笑他。可惜命运有锋刃，谁也拦不住。他拍的那些剧，不知道别人记得住多少。我对最好的我们里耿耿印象深。娃娃脸，笑的时候像校园里最明亮的灯泡，乐观热心，有点傻气，可一点也不招人烦。后来才懂，真诚演出来的角色总会让人怀念一点过去。他火得很彻底，却没什么新闻里常见的流量捆绑，也没混迹绯闻榜。有时看着他剧照，真的想不到他已经30多岁了。要说青春的倔强，或许就藏在长相和举止里，又或许藏在那场人生的大雪之后。没人会轻易忘记2019年那个阴影。一个女儿正在拍戏，妈妈在老家泸州散步被撞，肇事逃逸车主第2天自首，案件拖搁，最终判了6年。互联网上突然热度飙升，指责、谣言、八卦接连砸来，不明白的人比比皆是。最离谱的片段应该是赔偿款分发，法庭定了下来，数目不小，但他全数捐了出去，自己1分钱都没留。大多数人会疑惑，甚至不懂这是怎样的力量。可能这就叫做坚持做自己吧。身上这股倔强和学生时代说不服输的眼神几乎没差。网上起哄说他不婚不爱，就这样一个人活着，好像这个娱乐圈总得依靠角色之外的故事喂饱花边。但谭松韵仿佛主动消隐，每出现都在剧本里认真生活。社交平台上更多是工作碎片和随手拍的生活场景，没有大开大合的热搜操作。身边朋友最常用清流形容他，可我觉得更贴切的词是后退一步自有世界，越低调越有力量。偶尔看到他的动态，又或者是某部新剧上线，心里反而安静下来，不怕突然天翻地覆，因为总有那么些人用厚实的心撑得住这世道。他的每个角色都有点温度，立体但不矫情，也没见过他靠噱头博版面。回望这些年，被褒奖也好，被网络风暴裹挟也罢，她始终是那个把每一次机会当成全新开始的小姑娘。成长本身就是一场大考，外面再闹腾，自己终究只能和影子较量。成都一场雨后，天边特别亮。我幻想有那么个瞬间，她站在片场收工，路灯下等剧组司机，手边剧本翻了又翻，没人打扰，只剩夜色和某种说不上来的释然。要说她坚韧，好像又太大词了。其实更多时候是慢慢熬过去，在一点点拾起喜欢的日子。不是谁都能完完整整地走出那场失亲之痛。
网上许多评论都讲她坚强，其实谁愿意展示脆弱呢？想起我自己某年冬天也把一部电视剧从头哭到尾，那些情绪太真，连带着生活都晃了一下。熟悉她早年采访的人都记得，她说过努力工作就是最好的生活，这话普通极了，却经得起岁月盘问。微博里偶尔有几张景物照，黑白的，随手拍的市井，就像低着头走路的小步伐，不慌不忙，镜头藏在暗处。娱乐圈的流量和资本每年都在重新洗牌，能留下来的大抵都不光靠运气。他手里剧本越垒越高，可生活没见多出来一分张扬。偶尔合影露个笑，像是多年好友重聚，又像是春日暖阳穿进了密云。有人说他选择了不婚，是因为那场意外后再也不信亲密关系。也有说法他只是更愿意把命运主导权抓在自己手里，谁都管不到谁的幸福。漫长人生，不逃避就是另一种承担。戏外生活他处处收着点，却在戏里几乎每回都翻新花样。锦衣之下那回，我妈还特意发语音夸他，说总算有人把少女那种敏感、柔弱和机灵都用对劲了。可谁也笑不出那个丽人如玉的设定背后是怎样的隐忍。据说他大学复读那年不太爱交流，就认准几本参考书死啃。考场上风吹过窗帘，他只咬着笔尖翻作文页，没法回头。和当年母亲临终医生办公室的冷意，也许隔着10几年都遥相呼应吧。有时候路过电影院门口，看着他最新剧海报，我总会发问：一个人如何消化苦痛？或许答案不是放下，而是并肩同行。他用经历和作品告诉着每个还在极行的人，别指望命运善良，但可以善良待自己。说到这，我倒想起最近他新剧《兰香如故》刚官宣时，下面一条评论：有些人的悲伤随时间发酵，变成了光。看完这句话那天正好加班，楼上传来钢琴声，世界忽然变柔软。谭松韵的剧，你有哪一幕突然扎心，或者低头偷偷流过泪？是不是也在深夜的弹窗视频，隔着他的笑意温柔了一点自己的生活？愿你的答案藏着一个瞬间，也许是他某个角色的台词，也许只是春天散步途中的一缕微风。谭松韵35岁不婚真相曝光，母亲车祸案细节在引热议，网友：他比谁都清醒。10月的清晨，成都的空气还带着点湿漉漉的凉意，街边的糖油果子刚出锅，热气腾腾地飘在巷口。可远在北京的热搜上却炸开了锅，谭松韵35岁不婚真相，像一记闷雷悄无声息地滚过每个人的手机屏幕。起初大家还半信半疑，直到那段访谈视频流出，他坐在镜头前穿着件米色毛衣，语气不急不缓说：我现在对婚姻没有执念。话没说完，眼底却像掠过一阵风，轻轻晃了一下。节目组的人后来悄悄跟娱乐星巴克说，这期原定下个月才播，谁也没想到剪辑片段会提前跑出来，搞得他们也挺无奈。那天我正好在地铁上刷到这条新闻，耳机里还放着《甄嬛传》的片尾曲，他演的纯儿天真烂漫，像枝头刚开的小花。谁能想到10年后，那个笑着跑过宫墙的女孩，会在镜头前平静地说出不想结婚4个字。豆瓣上有个帖子火了，标题就一句：他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底下有人留言说，2022年他在一个品牌活动后接受采访时提过，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对亲密关系会更谨慎。这话听着轻，可谁都知道那场母亲车祸案像一把钝刀，割了整整3年。2018年冬天，他妈妈在泸州街头被醉驾司机撞倒，抢救无效离世。那年他才28岁，正在拍戏，赶回去时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第3天，风向开始变了，朋友圈里刷屏的不再是他为什么不结婚，而是他怎么还能笑着演甜剧。
有个在剧组做过化妆的姐妹在知乎上写，拍锦衣之下那会儿，有天谭松韵突然躲进休息室出来时，眼睛红得像泡过水。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她妈妈的忌日，她没哭出声，也没跟任何人说，只是默默把妆补好，继续对镜头笑。这事儿没人宣传，也没上热搜，可就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让很多人鼻子一酸。你说她坚强吧，可谁不是被生活逼出来的？她只是把眼泪留给了关上门后的黑。网上开始有人翻她这些年拒绝的综艺名单，恋综、夫妻档、旅行真人秀，一个都没接。有圈内人说，不是没公司找她，而是她直接回了句，我不想把生活演给别人看。这话听着有点冷，可细想又特别暖。她不是不信任世界，而是太懂得有些伤经不起一遍遍揭开给人看。微博上有个投票火了，你认为谭松韵不婚是因为？最多人选的不是事业心强，也不是没遇到对的人，而是原生家庭创伤。你看，大家其实都懂，只是以前没人敢说。第7天，央视网发了篇长文，标题很淡，在光里行走，也在暗处疗伤。里面提到他大学老师说的一件事，母亲出事后，他只请了3天假，回来就一头扎进剧组，像要把所有时间都填满。那会儿他接的全是需要笑的角色，旋风少女锦心似玉，一部接一部，仿佛只要还在演就还能假装生活没变。可现实是，他悄悄去做了好几年心理咨询，不是为了走出来，而是学着怎么和痛苦共处。有狗子拍到他最近去北京一家心理诊所，同行的是位中年女士，两人走得很慢，边走边聊，像一对母女。最让我动容的是张子枫发的那张合照，两人坐在台阶上头靠头，笑得像小时候。配文就一句，山高路远，但见彼此。没提任何事，可谁都明白那句话的分量。他们都不是爱说话的人，可正是这种沉默才显得情谊更重。后来有媒体扒出，肇事司机张某去年申请减刑被驳回，还在服刑。这消息真假难辨，可评论区已经炸了。他用10年沉默扛下了所有，而有些人连忏悔都不配。双引号。到现在，谭松韵也没出来回应什么。她好像从来就不擅长解释自己。可你看她演的李尖尖，那么爱笑，那么敢爱，明明自己受过伤，却还是愿意相信温暖。或许对她来说，不结婚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选择。她把婚姻的门槛设在了内心的安宁之上。我们总说女孩子到了年纪就该结婚，可谁规定幸福一定要有另一个人签字才算数？她养猫，做公益，每年悄悄资助山区女孩读书，活得踏实又安静。这不比什么豪门婚礼甜蜜官宣来得更真？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一个女明星结不结婚？大概是因为她的清醒照出了我们自己的慌张。句号。她不是不婚，是比谁都更清楚，人生不是只有婚姻才算完整。句号。在这个动不动就催婚催生的年代，她像一盏没开太亮的灯，不刺眼，却足够照亮自己脚下的路。